厨房的油烟机嗡嗡作响，像是要把这栋老房子的墙壁都震塌。段雅琴站在水池边，手里攥着刚刚接到的电话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。电话那头，婆婆柳春兰的声音依然在耳畔回响，那种理所当然的语调让她的胃里翻江倒海。雅琴啊，我70大寿，你得给我做88道菜，寓意发，图个好彩头。88道菜。他看着眼前这个不足10平米的厨房，墙面因为常年油烟熏染已经泛黄，橱柜门把手松动得摇摇欲坠。就这样的条件，要做88道菜。段雅琴缓缓放下手机，嘴角却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好啊，我答应您。他对着空荡荡的厨房轻声说道，然后转身走向卧室，开始收拾行李箱。窗外夕阳西下，金红色的余晖透过玻璃洒在他的脸上，那笑容在光影中显得格外诡异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天前的下午，段雅琴正在客厅里整理儿子的课本，准备送去学校。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斜射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金黄的光条。她喜欢这样的安静时光，没有婆婆的指责声，没有丈夫的敷衍，只有她和这个家的温存。叮铃铃，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，打破了这份宁静。段雅琴看了眼来电显示，是婆婆柳春兰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调整了一下语调，才接起电话。妈，你好。她的声音温和得像春日里的微风。雅琴，你在家吗？我有事跟你说。柳春兰的声音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在的，您说。下个月15是我70大寿，我想着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得好好庆祝一下。柳春兰停顿了一下，仿佛在组织语言。你手艺好，我想让你给我做生日宴。段雅琴心里一紧，但还是温和地回应：妈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您做。我想得周全一些。柳春兰的声音透着得意。88道菜，寓意发。咱们家这些年也算是兴旺，这个数字吉利。段雅琴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，她看向厨房的方向，那个狭小的空间在这一刻显得更加逼仄。妈，88道菜，她试图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为难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柳春兰的语调立刻变得尖锐起来。我养了你们这么多年，现在让你做顿饭都不愿意了。不是的，妈。段雅琴连忙解释，我是担心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要不我们找个饭店，饭店的菜哪有家里做的有新意。柳春兰打断了她的话，再说了，你平时也没什么事，提前准备准备就行了，志强也会帮你的。段雅琴苦笑了一下，告志强，那个下班后就抱着手机刷视频，从不进厨房的丈夫。妈，我就这么定了。柳春兰的语气不容反驳。宾客名单我已经列好了，大概50多人，你看着办吧，别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丢脸。电话挂断了，客厅里重新归于寂静。段雅琴怔怔地看着手机屏幕，上面显示着通话时长3分27秒。就这么短短的时间，她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。她想起刚结婚那年，也是为了柳春兰的生日，她在厨房里忙活了整整2天，做了12道菜。结果柳春兰尝了一口就皱眉，咸了，然后转头对邻居说，我儿媳妇还年轻，手艺还差点意思。那时候她还会为这样的话感到委屈，会偷偷躲在卧室里哭。现在她只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阳光一点点从客厅里消失。晚上告志强回来的时候，段雅琴正在厨房里做晚饭。
老婆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高志强一边换鞋一边问道。你妈打电话了。段雅琴头也不抬地说着，手里的铲子在锅里翻动着青菜。她说什么了？要我给她做生日宴，88道菜。高志强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起来。我妈还真敢想，不过她高兴就好，你就辛苦一下呗。段雅琴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转过身看着他。你觉得我一个人能做88道菜？可以找我妈帮忙啊，还有我姐他们。高志强说得轻松，仿佛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你妈从来不进厨房，你姐上次来连碗都不刷。段雅琴的声音依然平静，但高志强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冷意。那我帮你。高志强有些心虚地说道。段雅琴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转身继续炒菜。锅里的油花四溅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就像他心里此刻翻腾的情绪一样。第二天一早，段雅琴就开始列菜单。她坐在餐桌前，面前摊着一张白纸，手里握着笔，却迟迟写不出第一个字。88道菜，这个数字在纸上显得格外刺眼。妈妈，你在做什么？儿子高浩宇背着书包走过来，好奇地看着他。妈妈在想奶奶生日要做什么菜。段雅琴摸了摸儿子的头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要做很多吗？很多。高浩宇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，那我帮妈妈洗菜好不好？段雅琴看着儿子清澈的眼睛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流，至少还有这个孩子懂得心疼他。好，浩宇真乖。送走儿子后，段雅琴开始认真地列菜单：冷菜、热菜、汤品、主食、甜品。她按照类别一道道地写着，每写一道菜，就在心里计算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。到了中午，她才写完60道菜，手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。叮咚，门铃响了。段雅琴透过猫眼看到是邻居王小燕。雅琴，听说你婆婆要过大寿。王小燕一进门就开口问道，眼神里带着那种特有的八卦兴奋。是的。段雅琴给她倒了杯水。听说要做88道菜。王小燕压低了声音，仿佛在分享什么秘密。段雅琴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我的天，88道菜，这得累死人啊！王小燕摇头咂舌，你婆婆也真是的，怎么想出这么个数字来？她图个吉利。段雅琴淡淡地说道。吉利？王小燕嗤笑了一声，我看是想让你累个半死。雅琴，你也真是的，这种事你就应该拒绝。段雅琴苦笑了一下，我怎么拒绝？他是长辈，长辈怎么了？长辈就能随便欺负人？王小燕越说越激动，你看看你，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？你老公从来不做家务，你婆婆3天2头找事，现在还要你做88道菜。雅琴，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。段雅琴静静地听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王小燕说的都是事实，但又能怎么样呢？这就是她的生活，她的现实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段雅琴站起身，我还得继续想菜单。王小燕看着她疲惫的样子，叹了口气。雅琴，你真的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。送走王小燕后，段雅琴重新坐回餐桌前，她看着那张写满菜名的纸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。她拿起手机，拨通了娘家的电话。妈，是我。雅琴，这个时间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？母亲福桂芳的声音透着惊喜。妈，我想问您一件事。段雅琴深吸了一口气。如果有人要求您做88道菜，您会怎么办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雅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福桂芳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。段雅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
母亲听完后沉默了很久。妈，雅琴，你听妈的话。福贵芳的声音透着一种坚定。有些事情不是你退让就能解决的，该争取的时候你得争取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福贵芳打断了他的话。你是我的女儿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这样欺负你。如果他真的要88道菜，那就让他自己想办法。挂断电话后，段雅琴怔怔地坐在那里。母亲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她想起小时候，母亲总是教导她要善良，要包容，要为别人着想。但现在，同样是这个母亲，却告诉她要为自己争取。也许是时候改变了。当天晚上，高志强回来的比平时晚了一些。段雅琴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，听到开门声，她头也没抬地说：“饭马上就好。”老婆，我今天和我妈通了电话。高志强在客厅里换着衣服，声音透着一种小心翼翼。段雅琴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让我转告你，菜单最好提前给他看看，别做重了。高志强走到厨房门口，看着段雅琴的背影。还有，他说要请的人比原来说的多一些，大概70多人。段雅琴缓缓转过身，看着丈夫，70多人，88道菜。我妈说了，多做点没关系，剩下的可以打包。高志强避开了他的眼神，而且他会让我姐他们来帮忙的。帮忙？段雅琴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凉意。你姐上次来，连自己吃完的碗都不收拾，她能帮什么忙？雅琴，你别这样。高志强有些不耐烦了。我妈就这一个70大寿，你就忍忍呗，过了这次就好了。忍忍。段雅琴重复着这2个字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。志强，你知道88道菜意味着什么吗？高志强不说话了。他当然知道，但他更知道的是，如果不按照母亲的要求做，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过。我算过了，光是准备工作就需要3天，正式做菜至少需要2天。段雅琴继续说道：70多人的宴席，我一个人要在厨房里站5天，那我请假帮你。高志强终于开口了。你会做什么？切菜、洗菜还是颠勺？段雅琴的每一个问题都像刀子一样扎在高志强心上。高志强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段雅琴转身关了火，盛好饭菜端到餐桌上。吃饭吧。这顿饭吃得格外安静，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在餐厅里回响。儿子高浩宇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”没有。段雅琴摸了摸儿子的头，妈妈只是有点累。那我帮妈妈做家务好不好？浩宇真懂事。段雅琴的眼圈有些红了。晚上，高志强躺在床上刷手机，段雅琴在一旁整理第2天要洗的衣服。老婆，你真的很介意这件事？高志强突然开口问道。段雅琴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。你觉得呢？我知道你辛苦，但是什么？段雅琴转过身看着他。但是你妈的面子比我的辛苦重要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高志强坐了起来。我是说，这种事情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段雅琴重复着他的话，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你说的对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他重新开始整理衣服，动作比刚才更加轻柔。高志强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安，但他很快就把这种感觉抛到了脑后，重新拿起手机。段雅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嘴角的笑容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神秘。是的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但这一次过去的可能不只是这件事，
第二天一早，段雅琴就出门了。她先去了菜市场，仔细地询问了各种食材的价格和供应情况。88道菜，需要的食材种类和数量都是惊人的。大姐，你这是要办什么大事啊？卖菜的老板娘好奇地问道。给婆婆过生日，段雅琴淡淡地说道。这得花不少钱吧？段雅琴算了算，至少需要5000块钱的食材费用，这还不包括其他的开销。从菜市场出来，她又去了几家厨具店，询问了一些专业厨具的租赁价格。88道菜，仅凭家里那点锅碗瓢盆是远远不够的。忙活了一整天，段雅琴才回到家。她把调研的结果整理成一份详细的清单，包括食材费用、厨具租赁费用、人工成本等等，总费用超过了1万块钱。看着这个数字，段雅琴笑了。第3天上午，柳春兰亲自登门了。段雅琴正在阳台上晾衣服，听到敲门声，透过猫眼看到婆婆那张熟悉的脸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段雅琴开门迎接，脸上带着习惯性的温和笑容。我来看看你准备的怎么样了。柳春兰径直走进客厅，目光在房间里扫视着，仿佛在检查什么。我正在准备呢。段雅琴给婆婆倒了杯水。妈，您坐。柳春兰接过水杯，但没有喝，而是直接开口。菜单定了吗？定了。段雅琴拿出那张写满菜名的纸，您看看。柳春兰接过菜单，一道道地看着，时不时皱一下眉头。这个糖醋里脊，我不太喜欢太甜的。这个麻婆豆腐，别做得太辣。还有这个，她足足挑了10几道菜的毛病。段雅琴耐心地一一记录着。妈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跟您商量。段雅琴拿出了昨天整理的费用清单，88道菜的成本比较高。您看。柳春兰接过清单，看到上面的数字时，脸色立刻变了。1万多？你这是做菜还是抢钱？妈，这是我仔细算过的。段雅琴解释道。88道菜，70多个人，食材费用就需要5000多，还有厨具租赁、燃气费用。什么厨具租赁？家里的锅碗瓢盆不够用。柳春兰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妈，88道菜，我们家的厨具根本不够，而且很多道菜需要专业的工具。专业工具？柳春兰冷笑了一声。我看你就是想趁机敲竹杠，做个菜而已，用得着这么复杂？段雅琴深吸了一口气。妈，如果您觉得费用太高，我们可以减少一些菜品。减少？柳春兰立刻反对。88道菜是我定的，1道都不能少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？妈，我已经尽力想办法了。段雅琴的声音依然平和。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，我的建议。柳春兰站了起来。我的建议就是你别斤斤计较，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。段雅琴看着婆婆愤怒的脸，心里涌起一阵悲哀。一家人不分你我，但这笔费用最终还是要他和高志强承担，而高志强每个月的工资也就8000块钱。妈，我没有斤斤计较。段雅琴站起身，走到窗边。我只是想让您知道，88道菜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不孝顺。柳春兰的话越来越难听。我辛辛苦苦养大志强，现在让你们做点事就推三阻四的。段雅琴转过身，看着婆婆那张满是愤怒的脸，突然笑了。那笑容很淡，很平静，却让柳春兰莫名地感到了一丝不安。妈，您说的对。段雅琴走回来，重新坐下。是我想多了，88道菜我会好好准备的。柳春兰愣了一下，她原本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要说，但段雅琴这突然的让步让她有些措手不及。那就这么定了。
柳春兰有些心虚地说道：“费用的事，你们看着办吧。”“好的，妈。”段雅琴的笑容依然温和。“您还有什么要求吗？”“没有了。”柳春兰匆匆站起身。“那我先回去了。”送走婆婆后，段雅琴重新坐回沙发上。她看着茶几上那张费用清单，缓缓地把它撕成了碎片。费用不需要了，因为她根本不打算做这88道菜，至少不是用她原来计划的方式。段雅琴拿起手机，拨通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号码。“喂，是雅琴吗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和的女声：“嫂子，是我。”段雅琴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久违的轻松。“我想回家住几天，可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去接你。”“后天。”段雅琴看着窗外的阳光，眼中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。“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后天正是周末，高志强难得在家。”段雅琴一早就开始收拾行李，动作轻快的像是要去度假。“老婆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”高志强看着她往行李箱里放衣服，有些疑惑。“回娘家住几天。”段雅琴头也不抬地说着，手里的动作没有停下。“这个时候回娘家？”高志强皱了皱眉。“我妈的生日宴不是下周就要准备了吗？”“是啊。”段雅琴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“所以我要回去学几道菜。”高志强愣了一下。“学菜？我妈会做几道很特别的菜，我想学会了给你妈做。”段雅琴的解释听起来很合理，毕竟是88道菜，总得有几道特色菜才行。高志强点了点头。“那也好，不过你别住太久，家里还需要你。”“知道。”段雅琴合上行李箱。“我周3就回来。”“那我送你去车站。”“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”段雅琴拒绝了。“你在家陪浩宇。”高志强没有坚持，他正好想趁这个周末打几局游戏。下午2点，段雅琴拖着行李箱出了门。她没有直接去车站，而是先去了一趟银行，把家里的存款全部取了出来。不多，只有3万块钱，但这是他这些年攒下的全部积蓄。然后他去了手机营业厅，办了一张新的电话卡。最后他才去了车站，坐在开往娘家的大巴车上。段雅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她想起刚结婚那年，每次回娘家都是匆匆忙忙，生怕在婆家待久了会被说闲话。后来有了孩子，回娘家的次数更少了，每次都是带着一堆家务事的愧疚。这一次不同，这一次她是为了自己而回家。雅琴刚下车，段雅琴就看到了嫂子白静怡的身影。“嫂子，让您久等了。”段雅琴快步走过去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“等什么等？我刚到。”白静怡接过她的行李箱。“你妈在家里忙活呢，说你要回来，高兴得不得了。”回到娘家，母亲福桂芳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“我的女儿回来了。”福桂芳拉着段雅琴的手，眼圈有些红。“瘦了，又瘦了。”“妈，我没瘦。”段雅琴笑着说道，但心里却酸酸的。只有在这里，她才是那个被疼爱的女儿，而不是什么人的媳妇，什么人的妻子。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。“雅琴，你上次说的那个88道菜的事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哥哥段志刚关心地问道。“还是要做。”段雅琴夹了一口菜。“下周就是她的生日，真的要做88道菜？”白静怡皱眉。“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她就是故意的。”福桂芳放下筷子。“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婆婆。”“妈，您别生气。”段雅琴劝道。“我有办法处理。”“什么办法？”段志刚问道。段雅琴神秘地笑了笑。“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”福桂芳看着女儿脸上的笑容，
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这个笑容，他很久没有在女儿脸上看到过了。那是一种解脱的笑容，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笑容。晚上，母女俩躺在床上聊天，就像段雅琴小时候一样。雅琴，你真的想好了？福贵芳轻声问道。想好什么？段雅琴装作不明白。别装糊涂。福贵芳拍了拍她的手。我是你妈，你心里想什么？我还不知道。段雅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妈，如果是您会怎么办？福贵芳想了想，我会让她知道什么叫做自作自受。段雅琴笑了。所以您支持我，我支持我女儿做任何她认为对的事情。福贵芳的声音很坚定，只要你不后悔就行，我不会后悔的。段雅琴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清晰。妈，我已经忍了太久了。第二天，段雅琴去了镇上最好的饭店。你好，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？饭店的经理热情地迎了上来。段雅琴环顾了一下这家名叫金桂园的饭店，装修虽然不算豪华，但在这个小镇上已经算是最好的了。我想咨询一下包办宴席的事情。段雅琴开门见山地说道。当然可以。经理请他坐下。请问是什么性质的宴席？老人生日宴，70多位客人。段雅琴顿了一下。需要88道菜。经理愣了一下。88道菜？是的，寓意发。段雅琴淡淡地说道。您这里能做吗？当然能做。经理很快恢复了专业的笑容。不过88道菜确实比较多，我需要和厨师长商量一下具体的搭配，费用大概是多少？经理拿出计算器算了一下，按照我们这里的标准，88道菜，70人的宴席，大概需要28000元。段雅琴点了点头，可以接受。不过我有个特殊要求。您说。我需要你们把菜做好后，装在保温盒里，送到指定地点。段雅琴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，这是地址。经理看了看地址，有些疑惑。这个地址是我婆婆家。段雅琴解释道。她住在市里，我希望能在她家里摆宴席。明白了。经理点头。不过这样的话，需要额外收取配送费和保温费用。多少钱？大概3000元。好的。段雅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什么时候需要定金？现在就可以。经理拿出合同，定金是总费用的30%，9300元。段雅琴从包里拿出现金，一张张地数着。经理看着他熟练的动作，心里有些好奇，这个看起来普通的中年妇女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么多现金？合同签好了，这是您的联系方式吗？经理指着合同上的电话号码。是的。段雅琴看了一眼，那是他新办的电话卡号码，请在下周2上午11点准时送到。没问题。从饭店出来，段雅琴感觉浑身轻松。她在镇上逛了一下午，给儿子买了一些小零食，给母亲买了一件新衣服。最后，他去了镇上唯一的网吧。老板，开一台机器。您会用电脑吗？网吧老板看着这个中年妇女，有些担心。会一点。段雅琴笑了笑，她熟练地打开浏览器，登录了一个很久没有用过的社交账号。这是她大学时期注册的账号，里面还保存着一些老同学的联系方式。他找到了一个特殊的联系人，林记者林雨桐，他的大学同学，现在是市里一家报社的记者。段雅琴给他发了一条私信：雨桐，是我，段雅琴，有个新闻线索想跟你分享。很快，林雨桐就回复了：雅琴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想起联系我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段雅琴简单地把情况说了一遍，当然，她隐去了一些关键信息。88道菜，
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新闻。林雨桐很快就嗅到了新闻的味道。你确定要曝光这件事？我确定。段雅琴的回复很坚定。不过我希望能在事情结束后再报道。什么时候？下周二下午。段雅琴想了想，我会给你发具体的时间和地点。好的，我会安排的。林雨桐顿了一下，雅琴，你还好吗？段雅琴看着屏幕上的这个问题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她打了4个字：很快就好了。回到家，已经是傍晚时分，母亲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，看到她回来，连忙问道：事情办得怎么样？都安排好了。段雅琴在厨房门口停下，妈，下周二你有空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我想请您去看一场好戏。段雅琴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奇特的光芒，一场关于88道菜的好戏。周二上午10点，段雅琴准时回到了家。高志强正在客厅里看电视，看到他拖着行李箱进门，头也没抬地说：回来了，学会什么菜了？学会了一道很特别的菜。段雅琴放下行李箱，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。什么菜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段雅琴走向卧室，我先收拾一下，然后就开始准备。那我去买菜。高志强终于从电视上移开了视线。你列个单子。不用了。段雅琴头也不回地说道。菜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高志强愣了一下。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昨天。段雅琴在卧室里整理着衣服。我在娘家那边订的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订的。高志强站了起来。花了多少钱？不多。段雅琴走出卧室，看着丈夫那张写满担心的脸。你不是说让我想办法吗？这就是我想的办法。高志强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11点整，门铃响了。段雅琴去开门，门外站着几个穿着金桂园制服的工作人员。请问是段女士吗？为首的工作人员问道。是的。段雅琴让开门，请进。工作人员们推着餐车走了进来，车上摆满了精美的保温盒，一共88道菜，请您验收。工作人员拿出一张清单，这是菜单。段雅琴接过清单，装模作样地看了一遍。很好，辛苦你们了。不客气。工作人员开始把保温盒搬到餐厅里，这些菜可以保温4个小时。您看什么时候开始用餐？2个小时后。段雅琴看了看时间，正好是午餐时间。工作人员们很快就把菜品摆放整齐，然后告辞离开了。高志强看着满桌子的保温盒，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这些都是菜？他结结巴巴地问道。当然。段雅琴开始给柳春兰打电话。妈，菜都准备好了，您可以通知客人了。电话那头，柳春兰的声音透着惊喜。这么快？我还以为要明天呢。我连夜准备的。段雅琴淡淡地说道。88道菜，一道不少。那太好了。柳春兰兴奋得像个孩子。我马上通知大家，1点钟准时开席。挂断电话，段雅琴看着满屋子的保温盒，心情前所未有的愉快。老婆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高志强终于找回了声音。3万多。段雅琴随口说道。3万多。高志强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？有的。段雅琴平静地说道。我这些年攒的钱。高志强怔怔地看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12点半，客人们陆续到了。柳春兰穿着一身新买的红色旗袍，满面春风地迎接着客人。春兰，听说你儿媳妇给你做了88道菜？邻居王大妈好奇地问道。是啊，我儿媳妇手艺好着呢。柳春兰得意地说道。88道菜，寓意发，真是孝顺。那是，我儿媳妇最孝顺了。
客人们纷纷称赞着段雅琴的孝心。柳春兰听得心花怒放。1点钟，开席的时间到了。段雅琴开始逐一打开保温盒，里面的菜品香气四溢，卖相精美。哇，这菜做得真不错，看着就有食欲。春兰，你儿媳妇真是能干。柳春兰听着客人们的夸奖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。她走到段雅琴身边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雅琴辛苦了，快去厨房休息一下。”“好的，妈。”段雅琴乖巧地点头，然后走向厨房。但她没有在厨房里待着，而是悄悄地走向了门口。她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外套，拿起了放在门口的小包，然后她轻轻地打开了门，走了出去。走廊里，她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：“雨桐，可以开始了。”“好的，我们马上就到。”段雅琴挂断电话，看了一眼紧闭的家门，里面传来客人们的欢声笑语，还有柳春兰得意的笑声。她微微一笑，然后转身走向了电梯。这场关于88道菜的好戏，现在才真正开始。下午2点，正当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门铃突然响了。柳春兰正在跟客人们聊得开心，听到门铃声，随口说道：“雅琴，去开门。”但是没有人回应。“雅琴。”柳春兰提高了声音：“雅琴在哪儿？”高志强起身去厨房找了一圈，回来摇头：“没在厨房，可能去卫生间了。”柳春兰没有在意，自己去开了门。门外站着几个拿着摄像设备的人，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的女记者。“请问您是柳春兰女士吗？”林雨桐微笑着问道。“是的，你们是？”柳春兰有些疑惑。“我们是市电视台的记者，听说您今天过生日，儿媳妇给您做了88道菜，我们想来采访一下这个温馨的故事。”林雨桐说得很自然。柳春兰一听是电视台的记者，立刻兴奋起来：“哎呀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！”她转身对客人们大声说道：“大家看，电视台的记者都来了，要采访我们家雅琴做88道菜的事情。”客人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，柳春兰更是得意的不得了。林雨桐带着摄像师走进客厅，看着满桌的菜品，专业的开始了采访。“柳阿姨，您能跟我们说说，这88道菜都是您儿媳妇亲手做的吗？”“当然是。”柳春兰拍着胸脯保证：“我儿媳妇手艺好着呢，为了给我做这顿生日宴，她准备了好几天。那她现在人呢？我们也想采访一下她。”柳春兰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段雅琴确实不见了，可能是累了，在休息。“志强，你去找找雅琴。”高志强把家里找了个遍，最后回来摇头：“没找到，可能出去买什么东西了。”“那我们先采访一下其他客人。”林雨桐转向客人们：“请问大家觉得这些菜怎么样？”“味道很好，卖相也不错。春兰的儿媳妇真是孝顺。”客人们纷纷夸赞着。柳春兰听得合不拢嘴。“那请问？”林雨桐突然话锋一转：“这些菜是在哪里做的呢？”“当然是在厨房做的。”柳春兰理所当然地回答。“我们能去厨房看看吗？”林雨桐提出了要求。观众们都很好奇，88道菜是怎么在家庭厨房里完成的。“当然可以。”柳春兰没有丝毫怀疑，带着记者们走向厨房。厨房里，锅碗瓢盆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，没有一点使用过的痕迹。灶台上一尘不染，连一滴油渍都没有。垃圾桶是空的，洗菜池也是干干净净的。林雨桐和摄像师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后问道：“柳阿姨，您确定这88道菜是在这里做的吗？”“当然确定。”柳春兰的声音有些底气不足了。“可能是雅琴收拾的比较干净，但是做88道菜
应该会产生很多厨余垃圾吧？林雨桐指着空空的垃圾桶，而且这么多菜，油烟应该很大，但是这里连一点油烟的味道都没有。柳春兰开始慌了，她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这个，可能是雅琴通风做得好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客人从餐厅走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保温盒。春兰，这个盒子是怎么回事？客人举着保温盒，上面还贴着金桂园酒店的标签呢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保温盒上，上面金桂园酒店的字样格外刺眼。柳春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这个，她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林雨桐走到保温盒前，仔细查看着标签，金桂园酒店，这是镇上的一家饭店。看来这些菜并不是在家里做的。不是的。柳春兰还在试图解释，可能是雅琴借用了他们的盒子。柳阿姨，林雨桐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，我们刚才在其他保温盒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标签，而且据我们了解，金桂园酒店昨天确实接了一个88道菜的订单。客人们开始窃窃私语，看向柳春兰的目光充满了质疑。春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是你儿媳妇做的吗？怎么是从饭店订的？柳春兰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，就像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。她想要解释，但是面对铁一般的事实，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我也不知道。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。可能是雅琴。对了，您的儿媳妇人呢？林雨桐追问道。从开始采访到现在，我们都没有见到她。高志强这时候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他拿出手机拨打段雅琴的号码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手机里传来冰冷的提示音，就像一记重锤敲在所有人的心上。段雅琴消失了。当天晚上10点，段雅琴的手机重新开机了。她坐在娘家的客厅里，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37个未接电话，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。雅琴，电视台的新闻播了。哥哥段志刚指着电视屏幕，你看，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下午的采访画面。主持人用严肃的语调说道，今天下午，我们接到观众举报，称有人谎称自己做了88道菜为婆婆庆生，实际上是从饭店订购。我们的记者前往现场调查，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真相。画面中，柳春兰面对镜头时的慌张和无措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。那些保温盒上的酒店标签，厨房里一尘不染的灶台，还有客人们质疑的声音，都成了这个孝顺儿媳妇故事的有力反证。经过我们的调查，这位刘女士的儿媳妇确实在镇上的金桂园酒店订购了88道菜，花费3万余元，但她却对外宣称这些菜都是儿媳妇亲手制作的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这位儿媳妇在宴席进行到一半时神秘失踪，至今联系不上。这起事件暴露了什么问题？是家庭关系的扭曲，还是道德观念的缺失？我们将持续关注。段雅琴关掉了电视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雅琴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太狠了？母亲福贵芳有些担心。志强毕竟是你丈夫。妈，您还记得我刚结婚那年，他是怎么说我做的菜的吗？段雅琴平静地问道。福贵芳沉默了。她当然记得，那时候女儿哭着跑回来，说婆婆当着客人的面说她做的菜难吃。您还记得浩宇发烧那次，她是怎么说的吗？段雅琴继续问道。福贵芳的脸色变了。那次孙子发高烧，女儿想送医院，但婆婆说是小题大做，结果孩子差点烧出肺炎。
您还记得我流产那次？够了！福贵芳打断了他的话。我记得，我都记得。母亲走过来，轻轻抱住了段雅琴。我的女儿，你受苦了。段雅琴靠在母亲的肩膀上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这些年来，她第一次允许自己哭出来。第二天上午，高志强出现在娘家门口，他的脸色憔悴，眼圈发黑，显然一夜没睡好。雅琴，你跟我回家。他开门见山地说道。我不回去。段雅琴坐在沙发上，头也没抬。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吗？高志强的声音带着愤怒。我妈被气得住院了。哦，段雅琴的反应出奇的平静。你就这个反应？高志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是你婆婆？是啊，她是我婆婆。段雅琴终于抬起头看着他。那我是什么？高志强愣住了。我是你妻子，浩宇的妈妈。但在你们家，我是什么？段雅琴站了起来。我是免费的保姆，是出气筒，是可以任意使唤的工具。雅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怎么不能这么说？段雅琴打断了他的话。志强，我问你，这8年来，你为我做过什么？你妈要我做88道菜，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段雅琴的声音越来越冷。是心疼我的辛苦，还是担心花钱太多？高志强低下了头。他想起那天晚上，当段雅琴提到费用问题时，他的第一反应确实是嫌贵，而不是心疼妻子。雅琴，我知道我做的不够好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应该忍，但是为了这个家，我应该委屈自己。段雅琴笑了。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解脱的轻松。志强，我累了。那浩宇怎么办？高志强急了。你总不能不要孩子吧？孩子我会要的。段雅琴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阳光。但我不会再回到那个家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离婚。段雅琴转过身，平静地看着他。这8年来，我已经给了这个家足够多的机会，现在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。高志强瘫坐在椅子上，这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话。雅琴，我们再试试好不好？我会改的，我妈也会改的。他近乎哀求地说道。会改？段雅琴摇了摇头。志强，你们有过改变的机会，8年时间，2900多天，但是你们从来没有珍惜过。他走到桌边，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一份文件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签好了。他把文件放在茶几上。孩子跟我，房子归你，我不要任何财产。高志强看着那份协议书，感觉天都塌了。你真的决定了？决定了。段雅琴的声音很轻，但异常坚定。中午，段志刚开车送段雅琴去学校接儿子。高浩宇看到妈妈，高兴地跑了过来。妈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浩宇，妈妈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段雅琴蹲下来，温柔地看着儿子。你愿意和妈妈一起生活吗？当然愿意。高浩宇毫不犹豫地点头。妈妈，我们不回家了吗？我们会有新的家。段雅琴抱住儿子，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家。那爸爸呢？爸爸有他的选择。段雅琴轻抚着儿子的头发。浩宇，有时候分开比在一起更好。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傍晚时分，段雅琴接到了林雨桐的电话。雅琴，事情闹得挺大的。林雨桐在电话里说道。现在全市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。我知道。段雅琴说道。你后悔吗？段雅琴看着窗外的夕阳，那金红色的光芒洒在她脸上，就像那天下午在厨房里一样。但这一次，她的笑容是真正的解脱。不后悔，她轻声说道。我只后悔没有早点这样做。1个月后，离婚手续办完了。段雅琴带着儿子搬到了市里的一套小公寓里。房子不大，但阳光很好。厨房虽然小，却是她自己的天地。她重新找了工作，
在一家公司做会计，工资不高，但足够维持母子俩的生活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人再要求他做88道菜了。周末的上午，段雅琴在厨房里给儿子做早餐。妈妈，我想吃你做的糖醋里脊。高浩宇趴在厨房门口说道。好啊，段雅琴笑着答应，不过只做一道，够吗？够了。儿子开心地点头。妈妈做的一道菜，比奶奶要的88道菜都好吃。段雅琴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起来。是啊，一道用心做的菜，胜过88道应付的菜，就像一份真心的感情，胜过8年的委曲求全。他打开窗户，让阳光洒进厨房。外面的世界很大，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那个要求她做88道菜的婆婆，那个从不体谅她辛苦的丈夫，那个让她窒息的家，都已经成为了过去。现在，她只需要为自己和儿子做饭就够了。一道菜，或者2道菜，或者她想做多少道就做多少道。这一次，选择权在她自己手里。段雅琴哼着小曲，开始准备糖醋里脊的食材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，那是她8年来最灿烂的笑容。有时候，最好的反击不是愤怒，不是争吵，而是一个微笑，然后转身离去，让那些习惯了你忍让的人，在你离开后才明白什么叫做失去，而你已经在新的路上迎接属于自己的阳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